到底有邊啲工種咧會因為 AI 出現而受到取替咧？我覺得一啲重複性高嘅工種，文員或者係呢件事咧，其實係咪同有雲嘅信懷關嘅，因為始終火嘅呢個年份咧，大家都會有啲虛無縹緲嘅性質。進入九雲？我哋見到 AI 嘅盛行，甚至乎有朋友話：喂，AI 會唔會毀滅人類㗎？嗰個走嘅日子咧，同佢個命格有關。己土日元嗰啲人咧，特別容易有小人。正正個八字裏邊咧，大運交接嘅問題。我哋要諗下我哋點樣融入 AI，我哋去利用 AI。好似爆咗10年啦，年年都咁講，年年都係升。卦象拆解時代，數據占卜人心。歡迎嚟到融合東方玄學同西方經濟嘅深度跨界節目《財源廣進》。此時此刻，每秒全球有37萬條指令進入到 AI 模型當中。到底呢個係文明嘅躍升，抑或係世界黃昏的焰火？應該如何去睇待 AI 帶嚟嘅全新革新，為世界帶嚟嘅全新改變啊！歡迎大家同我哋一齊進入節目㗎。人類到底會唔會被 AI 取替呢？其實今日咧，我哋會有一個小比試，通過我哋嘅專業嘅能力咧，去同 AI 咧作一種比較咁。哇！竟然咧，我哋啲網友們咧提出呢個要求，真係好奇葩嘅。要求咧就喂我哋嘅金融專家要預測下咧1個月之後金價咧到底會係幾多喎？哇！我諗其實連巴菲特咧佢都唔敢估咧金價係幾多嘅。不過都要辛苦下 Casper。就升咗好多金價。係啊，升咗好多，回翻啲。雖然近排嗱要戴個頭盔就係肯定估唔中嘅呢啲，即係估中係純粹好彩敗甩嘅啫。係啦，估唔中係應該嘅，因為冇人知嘅，所以就呢啲聽完就算。係啦，夾硬篤個數出嚟3070。你都好大膽嘅，即係如果俾着我咧，我就堅決唔估嘅。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就已經咧打開咗 AI 測試軟件。Dipsy 上邊咧就係咁樣講嘅。7月27日金價大概呈現先抑後揚的格局，最終會收於中性區域的上沿，譬如國際價3320元美金。重點關注7月9號關稅的結果，以及7月25號歐洲央行利率決議的聯動影響。嗱，其實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回答咧，亦都真係咧就係好電腦性教條式嘅回答啊！到底成事與否咧？我諗1個月後大家都就知答案㗎啦。即係好蝦人啦咁。喺蝦人嘅環節咧，其實仲有嘅。蝦完 Casper 啦，我哋就要蝦師傅啦嚇。好啊，就同師傅嗱，咁今日咧就有一個神秘人嘅八字，我哋要搞清楚到底呢位朋友結咗婚未？如果結咗婚係幾時結咧？如果冇結婚係因為乜嘢原因咧？呢個生辰八字咧就係陽曆嘅1989年7月19號開始。等我哋阿鄭龍師傅咧就開個命盤先，睇個命盤先。佢啱啱就轉咗運咁啊！之前嗰個運係行緊26至36個運嘅。咁佢個運已經係衝緊夫妻宮咯喎，已經好容易會結婚嘅跡象咯喎。大概係2017、2018嗰段時間結婚㗎啦。2016同埋2016、2017呢兩年，呢兩年之間會結婚嘅跡象。2016，即是丙申年同埋丁酉年。好，丙申年咁啊，好大機會都係丁酉年，即係2017嗰年會結婚。咁即係換言之，其實佢已經結咗婚㗎啦。係啊，因為上一個大運甲戌大運咧，已經衝正夫妻宮㗎啦。嗰年已經係即係紅鸞星動。好嗱，咁啊。震雄師傅嘅結果咧就出咗嚟啦。當然啦，我哋都睇睇咧，就到底咧 AI 係點樣判斷嘅 ？AI 咧嘅答案咧就係咁樣嘅。根據命理分析，這位朋友在2017年的農曆2月或者5月已經完婚。其實我哋嘅工作人員咧一早咧已經準備咗咧就係真實嘅答案。哇，仲要封住個信封啊，驚死我哋揭曉答案啊！好啦，我哋睇睇咧到底真實嘅答案係乜嘢先？到底係震雄師傅啱啦，定係 AI 啱咧？咁咧，真正嘅答案咧係2018年嘅5月咧，呢位朋友先結婚嘅。
咁啊，其實應該如何理解呢件事情？冇得咁講喎，你17年求我婚100年先結，咁你計唔計先？所以我都諗緊咧，即係到底咧係啦，到底係傳統擺酒算結婚啦，定係話領呢個結婚證就算結婚係咧？你喺街邊話嘴佢嗰下，你嘴咗都可係咯能叫即係你可以結婚㗎啦咁。理解法。咁啊，17年求咗婚啦，咁係已經紅鸞星動咗啦，嗯咁要擺酒啲時間啊嘛，即係明白擺酒啊、鋪排啊，咁啊訂酒席啊都要時間，咁可能已經去到2018年呢個時間。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我覺得要恭喜呢位朋友啦。首先就完成咗人生第一件大事啦。咁我都想問下咧，就師傅，其實佢後邊咧會唔會有好多子嗣咧？子嗣有，咁啊呢個知名咧都會容易嘅，都容易有小朋友嘅嚇。咁啊大概都係因為事關睇翻時柱啦，佢都會係生女嘅。生女啊嚇！恭祝呢位朋友啦！哎呀，我哋嘅小編咧入晒頭啊，係啊咁，真係生咗個女。哇，好準啊，好勁啊咁樣嚇。咁如果喺呢個年代咧，即係俾呢位朋友一個中長線嘅投資指南啦，買未來嘅呢個人生升學金，你覺得咧，即係買邊類型嘅股票會啱佢多啲咧？慢慢儲 ETF 啦，買指數啦，唔好賭咁大啦。係啦，恒生科技 ETF 有冇運行啊 S&P 啦 S&P 喎 S&P 啦。嗱，建議就俾晒啦，咁啊當然啦嚇，我哋咧今日咧提供嘅建議咧就只係咧嚇我哋嘉賓嘅觀點啫咁。各位朋友咧記住人生嘅選擇權仲係揸喺自己嘅手嘅。其實對於我嚟講咧 ，AI 都係一種咧冇辦法咧去割捨嘅東西，因為咧從某種角度，我認為 AI 的確係便捷咗我哋嘅生活態度。但係當然咧，即係有啲朋友就會思考一個問題：喂 ，AI 其實佢係咪真係會影響到我個飯碗㗎？我諗呢個咧係當 AI 產生嘅時候咧，首先俾大家咧一個好假設性嘅問題，同埋咧對人生心靈一種巨大嘅衝擊啦。我諗就點都會有人覺得係 AI 搶咗佢嘅飯碗嘅。咁但係呢一件事究竟應該點樣去解讀呢？就係其實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變革嘅，即係譬如話以前係用馬車，跟住呢就開始鋪公路啦、汽車有鐵路啦，揸馬車嗰啲就冇做生意係做啦。咁你會發覺咁你揸馬車嗰啲又冇嘢做啦，係啦。跟住揸車嗰啲可能喂你又有鐵路喎，你又取代咗我啦咁樣。咁跟住後尾一路發展，電腦一路出到嚟嘅時候，大把人都會覺得喂咁打字機咪廢咗咯，咁做打字機嗰啲公司係咪真係全部死得㗎啦？唔使做啦。咁但係其實一路咁樣諗落去就係到 AI 嘅時候，我哋要諗下我哋點樣融入 AI，我哋去利用 AI，而唔係就係話我 AI 搶咗我飯碗啊，咁我攤喺度躺平啦，等死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當然會取代咗某啲嘢，但係你亦都唔可以話喂完全係即係就咁躺平啦，唔喐啦，你都係要用翻你自己所認識嘅一啲技能。一啲 skill set 咁你去符合而家呢個環境。其實咧每一個年代咧出嘅新產品咧，有啲人正面心態，有啲人負面心態。即係好似電腦出現咗，有啲人覺得已經唔使打字啦，或者甚至取替咗啲工作啦。有啲人就會諗到，電腦出現咗喎，可以喺個電腦周邊諗啲咩生意，諗啲咩發明，會令到佢可以揾到錢。譬如以前電腦啲芒咧好興咩防藍光嘅，即係對隻眼。喂，咁咪出個芒貼，咁個個都買，個個都整得快落去㗎啦，係咪先？個個家戶都整快。咁所以有啲危就有機，唔好話有啲新嘢出現咗，令到有啲人冇嘢做，或者甚至乎取替咗某啲咁嘅嘢。其實會同時間出現另一啲產業嘅。我都好贊成咧，就有危有機呢個講法。大家可能首先咧喺有憂患意識嘅時候會思考，即係假若去到2030年，到底有邊啲工種咧會因為 AI 嘅出現而受到取替咧？咁樣，如果俾 Casper，你會認為喂邊個工種先係最影響？我覺得一啲重複性高嘅工種係最容易影響嘅，即係你話文員、會計。如果 AI 就係 OK，我跟住個方程式做就得㗎嘛。你唔需要特別話我有啲嘢要變通，唔需要好多嘅分析能力，又或者唔需要好多藝術細胞，你要創作嘅嘢咧，嗰啲就最容易被取代嘅。即係例如係公式化就係啦。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咧 ，AI 其實咧佢喺某一個時代當中，的確咧會令到大家咧產生更多嘅思考。呢件事咧其實係咪同九運都相關？
關㗎，因為始終狗嚟中虛啊嘛，咁啊火嘅呢個年份咧，大家都會有啲虛無縹緲嘅性質，大家嘅想法咧都有啲唔穩定啊，係有可能又覺得有啲人覺得好想係追求呢個 AI，或者甚至乎喺呢個行業發展，有啲會受到 AI 衝擊情況之下咧，心情會有啲跌宕咁。嗱，所以咧呢個時候咧，我哋要提出一個詞叫做革命。我諗有啲朋友都幾驚講到革命呢個詞嘅，因為咧只要革命一定係革到自己嘅命啊嘛，係嘛？今日嘅時間我哋咧亦都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就係準備咗一個咧人類重大改革嘅里程碑嘅，因為60個甲子就係一個循環係啊，係啦，一個循環嘛。我好想問下師傅，啱先我哋列舉到咁多嘅人類重大嘅改革里程碑咧，會唔會每一次嘅革命其實都同九運相關？有，因為陣間九運完咗之後咧，開始行另一個一運啊，由一開始啊，所以變咗九運完咗之後，一運再開始，即係20年之後啦。咁啊，咗2043年之後，再開始2044年開始嘅時候行一運嘅時候咧，又係另一個環境同埋另一個開始個世紀咯，再行翻呢個1至9、1、2、3、4、6、7、8、9咁樣行翻落去咯。所以變咗會改變咗，令到一運再開始嘅時間咧，又會令到帶咗啲新嘅嘢出現，令到啲人嘅生活模式啊、習慣啊，甚至乎工作都會有轉變。即係其實係週期嚟嘅，係個週期嚟嘅。咁其實咧呢個週期咧係咪就已經從依家剛剛開始進入九運，我哋見到 AI 嘅盛行，就已經預示住，即係其實下一個世紀，或者下一個進程裏邊，會產生咧就係真正嘅科技引領啊，甚至乎有朋友話：喂，會唔會毀滅人類㗎？呢個就我諗我哋呢一個時間點度討論呢件事係有啲太早嘅，有啲過咗。係啦，咁就當然啦。你話到 AI 後尾佢會唔會自己有感情？我哋而家未睇到，你可能會有嚇。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 AI 已經不單止係 AI 嚇，即係包括喺啱啱英偉達嘅股東大會嚇 AI 第一股嚇，咁上邊阿黃仁勳都有講到，就係佢哋已經唔係一間晶片公司咁簡單。點解咧？就係除咗我哋所謂嘅生成式 AI 或者係嗰啲語言模型之外，其實自動駕駛啦、AI agent 啦，又或者係機械人啦，咁其實呢啲已經完全係同 AI 開始係一齊需要發展嘅一啲行業。咁所以你之後嗰個世界咧，就係總之所有嘢都會充斥住半導體啦，所有嘢都需要計算啦。咁然之後就會多咗好多呢啲咁嘅實際嘅應用場景嘅。咁所以我諗將來咧就慢慢我哋會邁向到嗰個步驟都唔出奇。但係而家我哋開始就係 AI 元年2023，我哋都係啱啱開始啫。咁呢個時間咧，我反而覺得機會咧可能係多過危機啦。嗱，話咁快嚟到今日嘅呢個環節咧，財源辯論賽嚇。咁今日咧，我哋嘅題目係 AI 能唔能夠代替人類嘅創造力啊？正方咧係由我哋嘅財源隊啊兩位高人作代表㗎。我代表咧就係反方啦。馬上進入我哋嘅辯論環節。好，咁啊 AI 由發展到 version 1.0到2.0啦，我相信嚟緊個發展會再加快啲嘅，會去到3.0、4.0。咁啊，去到人類而家去到運用純熟咗，甚至乎知道點樣去用 AI 喺工作上，甚至乎生活上去改變的話咧，我相信去到3.0、4.0、5.0都會更加先進，會更加可以取代到人類嘅好大部分嘅工作嘅。係。AI 咧係呈反對嘅觀點嘅，因為咧 AI 認為人類創造力的根源在於生命的體驗以及主觀意識。AI 是沒有自己創造觀點的能力的，觀點都是由人類輸送的。在神經科學層面以及哲學的層面而言， AI 即使能夠模仿莫奈的筆觸，但是卻就沒辦法體會到凝視睡蓮時候內心的那種寧靜。哇，好遠啊！AI 佢用嘅係咩啊？佢食電噶嘛？係我哋嘢食嘅啫，食完眼瞓會瞓覺。所以創造力方面咧，即係我覺得 AI 源源不絕啲嚇，佢需要嘅即係能源或者係佢需要嘅休息時間，亦都同我哋人類完全唔一樣。咁所以呢方面 AI 係贏嘅。哦，嗱 AI 表示啊，創造力的核心價值在於模糊性以及意圖的突破。真正的顛覆性創造，往往源於現有規則的質疑和對模糊地帶的探索，甚至是美或者有用標準的顛覆。而 AI 的優化目標其實是對極性和標準性，這本質上和這種反叛性是相悖的。現
現時 AI 都係攞大部分網絡上嘅數據去做個統計同埋運算。我相信個答案都係大部分市場認為嗰個答案，佢就係覺得就係一個正確答案。但係我相信嚟緊再新啲嘅發展，佢有自己嘅思想同埋有個想法，甚至會喺啲網絡上嘅資料，佢覺得啱定唔啱，佢都會有個思考性。所以覺得佢之後個發展會有自己嘅想法同埋有自己嘅判斷性咯。嗱，反方觀點啊 ，AI 認為社會文化語境賦予了創造的意義，但是 AI 沒辦法參與到意義的構建。譬如人類創造的價值，不單只在形式上體現，可能更加集中於集體的記憶、身份的認同，或者是對社會的批判。如果一幅 AI 生成畫在蘇富比拍出了天價，那麼這到底是源自算法的精妙，還是資本的炒作？假設剝離了人類賦予的藝術標籤，如果只是一串代碼的輸出，意義又何在呢？剛才我代表嘅係 AI 觀點，我係一個機器人。嗱，其實咧，如果文明係一艘飛船，AI 係燃料，咁到底邊個掌舵呢？係我哋跳動嘅心臟，抑或係永遠都唔犯錯嘅算法啊？呢個咧係交俾大家思考。歡迎你同我哋一齊交流啊！問下我哋嘅嘉賓啦，有冇要補充㗎？幾千年前都發明咗24節氣，正等於24節氣可以幫助農夫去耕種，咩時間去芒種，幾時去收割。咁亦都係一個重大發明嚟嘅。咁到今時今日呢個科技嘅發展，咁啊有 AI，亦都係幫助咗人類係喺工作上係方便咗好多嚇。咁啊其實係個時代不斷咁運行，亦都改變唔到嘅嚇。我哋大家順住個時代嘅轉變，去一齊運行，係正面啲就可以㗎啦。都係嗰句話啦 ，AI 其實咧始終只係一個工具啫。到底你係用工具去種菜，定係用工具去揾飯食呢？工具就係工具，你收埋喺個廚房裏邊，佢永遠都用唔到㗎。